黑烟压住我肩头，冷风贴着指尖走，林脉微醒那一刻，我也没低过头。残灯照着旧世界，脚下碎雪一层层。若命里这身寒霜，我偏要去翻腾。谁说低谷不能太远，我偏把黑夜看穿，一步一步踩出回声，把退路都斩断。回风掌，双燕归巢。我偏向前，这一生苦不肯熄灭，断石问天。我偏向前，刀锋所至就是明天。青藤树，索干！山门外风根基，雾里藏着旧仇敌，掌心那道裂痕早学会了听力。星火落在眉骨上，照亮无人知的伤。千难万险都来吧，我正好去闯一场。谁说低谷不能太远，我偏把黑夜看穿，一步一步踩出回声，把退路都斩断。断石问天，我偏向前，这一生苦不肯熄灭。断石问天，我偏向前，刀锋所至就是明天。若天要我低头，我便把脊梁举高；若路要我回身，我便踏随着你找。远处钟声在起，我听见自己的名，从此不做旁观者，我要站进光明。断石问天，我偏向前，这一生苦不肯熄灭。断石问天，我偏向前，刀锋所至就是明天。问天，我偏向前，纵然前线也不后退。翻山进，叠崖。听雨门的杂役分3种，会种地的去药田，会喂牲口的去兽房，剩下那些既没手艺、灵根又差的，大多会被送进黑石灵矿。我18岁，5行杂灵根，炼体9重，在这背了3年矿。别人引气入体，灵气会顺着灵根进入丹田，路缺吸进来的灵气却像5辆挤在窄巷里的车，金木水火土谁也不肯让路，最后全堵在经脉里。杂灵根也能修仙，就是慢还费灵石。听雨门从来不缺资质好的弟子，自然没人愿意把资源压在他身上。东西井有根支柱松了，进去补上，补完出来领2块灵石。哼。任务房知道吗？一根支柱也要惊动任务房？东七井封了半年，正因为封的久，里面的梁才会松。你爹以前是采石匠，你又懂支撑，让别人进去，塌了算谁的？2块灵石，先寄进任务部，出来再寄。若我没出来呢？那2块灵石烧给你。磨磨蹭蹭做什么？快走！封井半年不该有车辙，是上品灵器，他在私采宗门矿脉。走到底，松动的支柱在哪里？东七井的大梁在第2层，不在底层。管事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。一个杂役哪来这么多问题？陆缺，别怪我们。
你若没看见那块灵髓，或许还能多活几天。父亲教过我，矿井塌方最不能乱跑，贴近重撞墙低处，才有空隙活命。冯通海私采灵碎，又准备用塌方把矿道、妖兽和陆圈一起埋掉。死劫灵身，天龟之心残核苏醒，持书者陆缺，修为炼体九重，灵根五行杂灵根下范品，正面迎战噬灵炎烧，生机3%。杀他吗？不能，能把我送出去？当前劫缘不足，无法施展劫盾。那你会什么？召见死劫，推演生路，化死劫为劫缘，劫缘可洗灵、灌灵、演法替劫，但需先活下来。就说正确的废话。炼体九重碰上2阶的妖兽，讲胆气没用，先活下来才有资格想下一步。炼体九重破不开他的眼甲，能杀他的只有这东七井本身。撞断右侧第一根旧梁，让上方岩层压住岩隙。岩隙冲势过快，持书者无法在落石前撤离，生机12%。12，不能赌。放下配重石，先砸断辅梁，再借矿车落石。矿车车轴损坏，无法承受全部落石，生机36%。致命攻击是否消耗残核苏醒时仅存的一缕本源？施展替劫，替劫只能偏移一次致命攻击，无法阻止后续追杀。用。替劫已用，再次积累10缕劫缘以前，不可使用。替劫不是无敌，只给了我多活一口气的机会。矿车不挡落石，让矿车顺斜坡撞向岩溪，逼他踩断辅梁。我拉下配重石堵住后路，岩溪可能撞开矿车，车里装上灵髓碎石，方案成立，生机64%，超过6成，可以拼。我早料到你会躲。盘山记存庄。砸第一块奇石，随后推进排风孔。排风孔宽度不足，脱掉工具箱和护胸皮甲，生机78%。死劫已渡，此劫源于外来谋害，无法轻易规避。获得劫缘3缕，发现下品灵石7块，上品灵髓精械1粒，可选择洗灵、灌灵、演法。先照我的资质，根骨凡品中等，玉性中上，神魂上品，灵根五行杂灵根下4品。问题并非巨型巨多，用2脉淤赠，灵气5行失衡。火灵根过剩，结缘1块下品灵石，可洗去水脉第1处淤堵。洗灵，首次洗灵完成，灵根仍为5行杂灵根下上品，修炼上限由炼气3簇提升至炼气5层，剩余结缘2缕。矿门不能走，冯通海必然安排了人检查尸体。撞开旧排风塔，矿场警钟会自动响起。我要先让所有人知道，东七井里还有活人。谁在敲钟？封锁出口，派遣救援队。若陆缺还活着呢？矿难里的人伤得太重，
死在救援途中很正常。陆缺，我们来救你了！6个矿工做证人，他会在路上动手。随行遇袭，生机27%，行堂难至，塔将坍塌，留在此处也不可行。普通矿难压得住，灵髓失窃，他压不住。方案可行，生机73%。赵师兄，里面可能还有人，正因为有人才要救。他上爬顶了！12声钟响，镇堂行堂，该动了。你居然突破了！要成亲人，那就更不能留你。搬山气，解约。站住！左路遇劫，右路入矿道。执行留痕，待巡查抵达，升机58%。行堂巡查，顾婉婷。所有人放下兵器。证人也是受查者。东七井案查清前，你既是证人，也是受查者。此印会记录30日内对你造成致命伤害的灵力，这不代表行堂信你，只是问完前，没人能让你闭嘴。你动我，先过行堂。剑拔了，七阵不是总堂，是黑石矿的临时刑房。说一遍，从冯通海派任务开始。冯管事派我补粮，赵鑫锁门，孙茂引爆严府，我从排风孔撤，撞见藏尸点。冯管事还是藏尸点，交出去换一时安稳。30天后，我连骨头都剩不下。宗门矿产私藏也是罪。坑不是我挖的，石头是我保命带出来的。灵石只证私藏，灵髓能证东七井藏的，从来不是普通矿。顾巡查，派活是真，2人歹意我不知情，是我失察。矿场急差多，不全走任务房，有旧例可查。灵髓来历，我也想知道。巡查官可知东七井的矿门是何时被封的？封门当日，您可曾亲自查验过？
东七井只有外封阵纹，没有内封蜡槽，要么没封死，要么被人拆过。编号对应西三井，半年前的风景记录被人调换过。是。好好养伤，若你所言属实，我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怕又治不了伤，没必要写脸上。别高兴太早，行堂只保你能开口，不替你挡所有刀。顾师姐，库房起火，井下搜查队失去联络了。火势调虎离山，又要从运闸沟下井灭口，守北水闸比下井追更快。西安跑一紧住。是。他从来没把所有赌注都压在矿井里。毒发还有多久？赤麦草将于37息后侵入经脉。现在清楚。直接刮出药泥，以清水冲洗，服用1粒清运丸，生机94%。不清楚，逼出毒血呢？持孙者尚未学会逼毒术。周师兄，劳烦帮我拿一盆清水，再请药堂的人过来。伤口裂了，药有问题。你怎么知道？敷上以后，伤口不疼，经脉却开始发麻。正常止血泥量的是皮肉，不该量进丹田。世脉草分量不大，却会被灵气带进丹田，毁人修行根基，毒性会被带进丹田。谁配的药？药堂领药处按方抓药，伤口是行堂随队医修缝的，中间经手4个人。这种药泥每份有编号吗？药罐底部有批次。不对，今日领的是丙2，丁6是矿场护卫的常备药，5日前就领走了。又是账房，未必是同个方向。水闸的人负责毁暗道，和顺负责杀我，抓住一个，另一个就能跑。和顺与你有仇？我连和顺长什么样都记不清。那他为什么肯替人下毒？先问他拿了什么，再问他怕什么。我带人去他家。若他是被拿家人逼的，凶手也会想到那里，直接去，可能只看见尸体。谁让你换药？我不知道，有人把我儿子从思说带走，我这里头，让我照着纸条做。
铜牌和路易都在水缸下，我真的没见过那个人。纸条呢？烧了。谁教你烧的？纸条上写的，早写的。用什么烧？用是火烧？早火。什么时候？他说谎。幼时前矿场还没起火，刑堂也没封矿。他若那时就拿到纸条，说明换药早在我被送进刑房以前便安排好了。除非下毒不是临时灭口，而是矿场常备的一条后路。可冯通海当时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离开排风塔，更不知道我会受什么伤。库房传火符，第二场火烧起来了。对方不光拿走了和顺的儿子，还算准了他看见什么会慌，慌到什么程度会自己寻死。刀还没落下来，和顺已经快把自己逼进绝路了。对方要把矿帐连同里面的人一把火烧干净。四面石墙烧不穿，可里面的矿粉引燃，威力不烧爆炎符。里面是谁？五丈房主部曹安，还有镇堂的风库石工。不能劈正门！谁让你来的？我说库房下有运闸沟，你们没人知道入口在哪儿。所以你让人把自己抬来。走过来太慢。他给了抬木板的2个矿工1人半两银子，记账，按结以后找刑堂报。正门有什么？门后是矿粉筛架，劈开门，风灌进去，火会顺着筛架炸到屋顶。镇堂弟子开侧阵，周庆带人挖沟，其余人后退20丈。赤压火卷巢。是。双河剑诀定川。周师兄，斩第3个铜环。双河剑法
千朝一线。想死，先把账交代清楚。刚缝好的伤口又裂了2针，这种战拳我能地化砸板就够了，再往前凑，他反倒要先救我。他要烧的不是总账，是5年前的旧账。5年前，正是我爹死的那年，也是天须须第一次出现的那年。陆守山是我爹。舌下无毒囊，实有禁制，问不出孤主。双钩戳内压纹，是山下赤炉方的人。赤炉房的修士会出什么的矿场库房？矿场日进数百人，故虽烧查不出，我一个停止板师更不知道。和顺认出了你的孔牌，东七井的风景记录被人调换，是你派陆川进京。我承认用人不差，也承认任务没走任务方，罚俸处置我都认，杀人私财我不认。陆守山是谁？5年前的矿工领队，死于坠星夜矿难。刚才还说人多记不住，5年前一个矿工领队，你倒张口就来。坠星夜死了17人，年年祭奠，记住领队很奇怪吗？不奇怪。是上任主簿的指印，那人2年前就病死了。线索又断了。矿场旧账几年换一次封皮，纸呢？封皮1年一换，账纸宗门统一发，5年改水印。这是近3年才用的新纸。也就是说，这本5年前的旧账是后来补的。至少这一页是。有人拆过账本，塞了补写的页，对方知道真相，想把旧事改个样子。还是账房的问题。所以要查谁能进账房，谁领过新纸，谁有旧印。你很想把事扣我头上。我只想知道我爹怎么死的。近3年领纸共7人，6人用途对得上。和顺2年前以补重创为由，多领了30张。我替他抄过旧账，每次都是带斗笠的人拿铜牌来给旧页和内容。声音呢？修为呢？我没有灵根，看不出来。冯通海撤去冠世职，关入思过院，等候宗门复审。私采谋杀，证据不足，这都不够。铜牌能仿，账能代抄，凶徒也没指认他，凭感觉定罪，门规就成了谁都能抢的刀。正命印只能护你30日，你还是得回黑石矿。不用30日，7日后外门考核，我会参加，所以我得抓紧养。7天，你伤得不轻。哼！冬青死劫尚未完结，劫因延伸至未知之人。7日后外门考核为下一处劫口。外门考核不能不去，留在矿场仇家多，
放弃修炼，灵根不会自己变好。考痕退，狼线能捏碎定位石，擂台能认输。怕的是退路被人堵死。先把一切变成已知，天虚推演才不会空白。我已经没有真正安全的退路。馒头里若下的是不变色的毒呢？多此一问，反倒给自己添了麻烦。燕雪，外伤已愈，可仓促突破炼气，经脉根基虚浮不稳，这才是致命隐患。你到底是什么？思劫天书核心残片，来处不可召见，完整器身已碎，其余残片存在。当前残核无法感应具体方位，残片彼此并非天然同源同心。漫长岁月中，部分残片可能被炼化、污染或诞生新的气灵。融合残片既可能修复天虚，也可能引来更高层次死劫。当年刺穿我胸口的根本不是普通星铁，是这块坠落凡尘的天虚残片。难怪每逢濒死绝境，胸口总会隐隐作痛。你为什么5年后才醒？残活受损，第一次醒需要持书者灵根、神魂与死劫同时达到承载条件。为什么是我？坠落时最近的活人。你显示的生机准不准？生机为当前已知条下的推演结果，敌人改变手段，环境发生变化，持属者获得新信息，结果都会改变。3%不代表尝试100次便能活3次，死亡无法重复。那我为什么在东气井每次都活了？持魂者为选择表示最初3的正面，需改变地形、诱饵贿赂与敌方行为，最终方案升级78%。原来生机从便是天定的死数，是靠自己一步破局铺路，硬生生抬上来的。火脉过盛，水脉淤堵，木脉杂乱，强行提速只会反噬经脉，稳修才是正道。以当前5行纳气诀为结合持属者3年搬山经验，可进行1次跌眼法。方向1，加快大逆气，接跌松脱更快。5行气将力舔术灌入，单次爆发。贸然提速只会伤脉伤身，兼顾稳修与实战爆发，才是当下最悠久。喊得挺响，第一次，石所好像没听见。外门考核报名牌，顾师姐让我叫你答诉你。你若连第1关都过不了，最好魂场换个去做事。外门和接口已开启，当前综合升级69%，通过考核概率21%。哥，我把这2两笔账都往上提一点。不急求暴涨，只稳扎稳打打磨根基，概率涨幅虽微，却足以证明每一次苦练，每一处微调，都在为考核铺路。当前考核通过概率木灵根上品，白家白狼，16岁炼气2层，直接进第2场。
能再验一次吗？五行杂灵根，下线。你若觉得石碑委屈，可以不用了。报名需5点功绩，你有吗？3场考核：登石阶、取狼牙、取大打擂台，前50入外门。狼鹤能组队吗？队内怎么分牙？最多3人，谁拿到归谁。还问吗？暂时没有。陈赤，气防杂役，金木双灵根，单打难进前50，狼够组队吧？你有什么本事？短板是什么？会震齿诀，11阶阵纹，能抗炼气2层20招。缺点：跑得慢，你被狼追，我能看清你怎么死。很诚实。他也跑不快，不用都快，一个看阵，一个懂兽，一个挡伤，够了。共杀龙牙按贡献分，尸体同伴带回。都死了，牙归谁？归狼。登阶看最终高度，前200级抢快没用，问到最后才算赢。稳行到640级概率8成，赌冲700会加重元素，灵力即将紧锁丹尘，仅被稀薄单片。还差23名进前50，狼血里补。明日卯时入剑，遇险捏石求援，捏碎即失资格。求援阵纹一毁，有人在考核里动了手脚。你会看1阶阵纹，检查一下。求援阵的回灵线断了，能修吗？能，但4改按作弊算。第6条，入场前可申请复演，每线领取当天，明天当众演，让他没时间再换坏的。他不会换别的法子？至少这招不能再用。申请复演。昨日已经验过。第6条允许入场前复演，第9条不得拒绝合理申请。现在100多人足够见证。你把门规背下来了？只背了考核相关的43条。外门1堂治不了记性好。他是不是有病啊？离台一夜，谁能证明不是你们弄坏的？只申请更换，不指认何人。要追查，大可封存旧时。你以前进深山都这么麻烦？以前没这么多人盼我出事。听起来人缘不太好。刚开始。2头成年狼，1头幼狼，往上风口去了。有幼狼，成年狼不会离离巢太远，不去找少巢，在银税点等落搭单的。他发现了，别追。后土诀归门。震处诀亮天。
搬山镜叠嗲。镇池诀画地。刚才谁贡献最大？右吉路缺3成，党域你2成，控局我2成，斩杀3成。一颗牙怎么分？等多了再算。往两侧散，别把他带进溪谷。救命！救命啊！石小蛮，盾朝地，不挡援。明白。狂兽粉里面掺了赤血藤汁，定位石捏碎。信号被遮了，遮生钉组成避灵阵，球员传不去。巡山弟子没来。石小满，跟我引他转身，陈尺去拔西北钉。我跑得慢，所以现在就跑，有道理。赤脊妖术，镇山后。就是现在！后土处决，封门。钉上有锁灵纹，拔不出来。别砸钉，砸树根。镇尺诀，翘山。这招原名不归我管，回去建议你们祖师改改。来了，缠右脚。青藤树锁根。避灵阵破了，球员出去了。不能让他出林。春生诀。慢墙，还差20系。这种时候不用报号，不报容易觉得快结束了。引落岩壁，持书者被移动掩埋，升级29%，破坏右坡，让赤嘴圆圆滑入水湾。升级46%，不够，能力挡不住，不用挡，墙向右斜，表面铺湿泥，让他踩墙滑下去。我封左路，他不会踩，
所以要逼他自己选，别封死，留一个看起来能走的缝。还差19系。右臂骨折，生机68%，借陈齿铁齿向上，生机14%。铁齿。赤颈妖术坠山，半山镜，叠啪！移山不成挪脚，这不是元昭命，现在是了，还差8系。所有扛退后，接下来这30秒不归你们了。双核剑诀，朝回！他要弃剑了。双核剑诀，血走千山。谁允许你们围攻2阶妖兽？赤巨人闯入考区，信号被阵法遮住。你们拔除阵钉，才惊动了赤脊猿。那是避灵阵。遮生钉组成的是避灵阵，不是格兽阵。按1阶辅阵图录是19页。闭嘴！你是考生还是考官？被问话的考生有权陈述。哼，顾巡查，外门考核不归刑堂管。谋害宗门弟子鬼。谁谋害了？阵文已断，信号冲突是人为。你管得太宽了。弟子性命不宽。要查可以查，但这几人破坏考场，擅自改变妖兽活动，迎去一地审问，在结论出来以前暂停考核资格。拒绝。政务考核执事发生冲突，取消资格概率922%。韩副使，我们可以回营地，但按考核第2条，征征政务双方共同奉存。你也背了门规？没有，他刚才路上念了3遍。这也奉狂兽粉来自考生自己的药囊，与考场无关。钉尾刻着阔卢卢印，出自赤卢坊，不是考场原有器具。狂兽粉内混有定香砂，负衣3日不散。秋萍袖口残留同款气味。
周平的问题，刑堂可以查，其余考生受惊，第2场暂停，按第1场排名折算。陆缺3人本可以离开，是他们破阵救院，又拦撩受30米。若按外门弟子应有的判断和应变，他们比在场大多数人都合格。第2场取消狼牙数量排名，所有安全返回者得基础分。参与拖住赤源、破除壁灵阵的6人，我们一头狼只拿了牙，怎么成第1了？并列第1，共6个人。我就是觉得牙拿少了。明天有人会帮你把分打回去。第3对手已发生变化，对方看过持文者在赤脊元前的全部咒斗。对方比我高2层，还从头到尾看完了我怎么打。第3场按前2场总分组，排名1至20进甲组，争入门功法选择顺序与守月资源。陆缺手肘对手江彻，电气2成，镖局出身，全程目睹了他对战赤井元的所有招式。韩副使让人找过我，他没让我杀你，只说你肩上有伤，若能3招内逼你认输，额外给我10点外蒙技。你答应了？答应了，10点功绩不少。至于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拿的是逼你认输的钱，不是让你稀里糊涂挨打的钱。3招以后呢？按我自己的打法。好。回风枪，五雀争之。左2为真，向右格挡，后续横扫命中概率7成，闭眼听风，识别概率64%，主动撞入枪影，生机80%。3式。回风掌，双燕归巢。江彻出界，陆缺胜。你在塔外也用过这一招，所以我知道你会防我的手。你故意把枪踢到这里，枪那么长，随便踢也不容易看不见。3招的前眉输得倒不远。江彻只比我高1层，又处处受着杀招，仍打得这么吃力。若换成冯通海，那杆枪根本不会被我踩到脚下。第3场对手已发生变化，对方方看过持者在赤脊元前的全部斗。对方比我高2层，还从头到尾看完了我怎么打。甲组第2轮非必战，前20可保积分带录取。与魏浩和交手，当前生机72%，获胜概率16%，肩伤加重概80%。日日等，我保留积分。你可以不来，我知道。我保留积分。畜的你妖怪！魏清河，留下兵器接受查验。这把刀山下买的。查过再说。也好。赤压刀焚影。
后退，镇柱被毁，持轻者升级91%，挡刀升级28%。赤牙刀3焰围城。搬山进叠崖，你只会借东西，是借他！修为借不了，只能借别的。哼！双核剑诀，风度。韩副使，考核第210条，争议发生时，主考不得离场。他早晚因为被门规挨打。今天不会，今天门规后面站着刑堂。陆缺保留积分。刑堂查刀。他原本只打算在擂台重伤你，你拒战以后，他已经准备退场，直到我查刀，他才改了主意。最终榜单上，陆缺排名第13，外门录取成定局。听雨门外门院建在南峰半山，新弟子入门先领3样东西：青色弟子袍、外门身份牌、1个月的基础阅历、